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婷，这是我亲爱的娟姐。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西上美术馆。我都觉得怎么看得好匆忙，很多很细致的东西都看不到。就是你现在看大致有些什么东西，然后想要了解，你先拍一拍，然后回去了之后再对照资料，看了之后，然后下一次找时间再过来，就一样一样，你就看细节。对，哇，它现在这个金漆都感觉还金光闪闪的。老金呢？老金，古人用的都是纯金。啊，都是纯金，金箔打的。哦，难怪。哎，我觉得这边好，就是它是真的老物件，它不是仿古，它不是做旧。它这里就是很拥挤，所以你看每一个都是挨着的。你看它这里一板墙的这个木件，都可以作为一个系列的馆藏的。确实是。给其他每一个那个都是一个故事的。哦，都是故事，这必须是故事啊！古人就是看图说话呀。每一个都是这样，对，都是一个。传统社会，文字它只是在这个权力层面传播，就是你掌握文字的人，大部分是用来管理人当官吏，因为文字它既能很简洁些，方便于流通，老百姓获取能量或知识都是图像，都是用眼睛看这些图像，就是我们讲的看图说话。所以生活中处处都是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教化大家的。你看这些板板。有这么热闹，口这么多案，这雕的双周席之文，这是雕的一罐子粥，这是一壶茶，这是一把宝剑，这是一张琴。这个板子讲的么得？君子立周，一席之地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简单清醒，走天涯。每块板子都它的意思。你看这个板子讲的是什么？婚床上的清代的这个床上的竹板。它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，好多人不知道自己是来干嘛的。我们到这世界上来，我告诉你是来干嘛的，你看没？走牛走马，千里骡马一出牛，你不可能那个天上掉彩票下来。我们人是个动物，我们要吃要消费，我们吃消费怎么呢？通过自己的脑动的呢，这是肯定的。你要么就是动手，你要么就是动脑，你肯定要通过自己的脑动。所以说你在这世上走牛走马就辛苦点，但是。我们虽然辛苦，也有我们的浪漫，我们的感情。哎呀，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人，你看我如果找到一个美女，那每个月我也不敢多的，每个月只不过200万买不动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抄第二个女人看一眼就都是狗眼睛。夫妻那个再走牛走马不要紧了，只要有这么个指望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这就是爱情了，这就是家庭了。其实你刚讲的这个核心，我感觉就是相互扶持。对。哦，这个是以前的那种床的那种边上有雕花板吗？床夹子，床夹子。啊。哎，你之前好像说哪有一个是桃园还是临沂？桃园。哦，有一个专门桃园的雕花床是最有名的啊。他们因为桃园的工匠心灵手巧，以此而闻名。哦。它是闻名于天下。不是闻名于湖南这样子的。对啊，对。桃园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108个雕花床吗？你们画的百床馆。对，百床馆。你看这些修复的工作，每一个都不要轻太带了好多匠人了，现在都不在了，就很少的，只有2个了。我以前最多的时候有10来个匠人，邱师傅今年7月份也死掉了，就38、9岁。真的还是很年轻哎。对啊，东西还是要用心。你看这些花艺花钱多不容易啊，几百年流传在民间。所以说这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精神、不同的状态。但是西上美术馆这么大，它包罗了所有的这个人、这个形形色色的各个层面的人的这个英雄的形象。所以说你也一定能找到和你相同的人的东西、相同的角色、相同的偶像。所以他们今天搬到西上美术馆来，我问他们呢，你到西上美术馆呢，最重要干什么？我说要见天见地见自我。好的，我就带来看到这啊。哎，好嘞，感谢谢谢。谢谢。上午在那边吃饭，我在那里，他来给我点菜，我就冲着你来。啊，确实这个东西他自己来去讲，就讲自己的孩子一样的，他才会有感情。也看不懂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地方其实讲解的工作。也很繁重，然后呢，但是有很多人需要这个东西，不然这些东西我们真的就只能走马观花的看一眼。只有他才讲得出来，才有这么生动。对，走，我们先逛一圈吧。他这个真的拍不过来。
你真的需要很多照片。你有没有发现吗？它这个东西在这里陈列的时候，你可以很近距离的去看，你可以凑到它面前去看，看细节。对。但是它一旦在博物馆里面，你是没有办法这么近距离的去触动它，包括它的花纹啦、纹理啦、颜色呀，还有这一丁一毛啊。嘿，可爱。它这边的景我觉得都很漂亮，就你也没有觉得它收拾得很好，但是你就感觉但是你也没有觉得说哇很暖。对。就各个地方，如果是放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个地方空间好错乱呐。但是它中国讲究一步一景嘛，它就是一步一景。对，走，看你的面具去。走，看面具。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，也是奔着面具来的，结果看到更多比面具还有意思的东西。它这个地方，我最开始知道的就是面具，因为我也没有来过，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能不能达到你自己的这个预期。我觉得是超过了预期，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，所以就不想跟你画太多的饼啊。到时候你说期待是吧？到时候你说娟姐给我带的什么鬼？还开了这么久的车，还让我花了一天时间来陪你。但我觉得很值，很漂亮，它的东西都。这两个神兽也是，就是有点很俏皮的。瞅啥呢？瞅你咋地？就瞅你。笑死了。哦，这个应该还是自己写的吧？西上博物馆。高士滴滴夏日蝉，点点滴滴清泉水。它这里有民宿哎。哦，对他们家好像是说有民宿的，我们都没有去过。诶，这里还有一个传统生活仪式器物。下次可以过去看一下。哇！哎呀，我只恨我自己拍摄技术不太好。第一次意识到，说自己拍摄技术不太好了。对啊，这个很难能可贵了。你是以前到我前面都是牛皮哄哄的。那么长大了之后，对自己越来越有清醒的认知了吗？还是不要把自信丢掉了。哇，它上面这个都是糯面具的这种设计。对啊，那个好像唐僧呢。上面那个黑面的，这个很像最近比较火的那个无语的那个佛头。去江西不是就是要打卡那个无语佛嘛？然后那个无语佛就说他也很无语嘛。闭环了。开始我们没有看这个地方哦。对，他没有带我们逛。他这个金真的是流光溢彩。感觉你在跟古人对话。啊，这个就有一点像我在西藏看到的那种感觉了。对。其实我觉得雷馆长这边看东西的话，你还得有点知识储备，不然的话你看不懂。对啊。哎呀，雷馆长也是一个痴人哎，说实话。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疯子啊！他不是疯子，他能够做出这件事情吗？他能做成这件事情吗？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这里都拍完了吧？对，他这个东西太多了，说实话拍都拍不过来。其实我觉得下一次来就应该，比方说，我们就只看这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就只在这一个地方把这一馆看透看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拍一点资料，就是知道，哎，它这个地方在史料记载上面是属于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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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有针对性的去看。我觉得这种馆才是反复看的价值和意义。好了，我们要往回撤了。好了，走着。回去啦，准备要回去啦。啊，收获满满。我们准备下一次再抽一个时间来在这里住几天，因为你一天根本就看不完，你只能走马观花。所以我觉得你们能够把这东西搞起来，真的很厉害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你们也辛苦了，拜拜。好耶。我们走这边下去吧。好的。那边景是你帮我录的。我们刚好可以踩下点，看下次我们车往里面开会比较好一点。哇，这个狗，娟姐，你看那个狗好像是第3个神像一样，神兽一样，你在这里守护，是不是？对，狗哥，拜拜啦！狗哥，拜拜。沿西行，我们是沿山而行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属于精神的桃花源。
就我一个常德本地人，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很丰厚的精神保障在这个小山村，然后并且有一个这么偏执的人去一直守护这一份遗产，我觉得还蛮感动的，说实话。不像我们，可能我真的就只是来了一次，走了一遭，然后我可能说只做一个大臣小民，就是非常没有起伏波澜壮阔的这种一生，很平淡的一生，很平淡，对，只求说能够安安稳稳的，就像一个小蚂蚁顶着一片小树叶，然后在人生的这个长河上面，你成功的在河里面游泳，然后又成功的上岸了，但他可能不太一样。他背负了一些东西，就是我们看着可能他叫背负，但实际上对于他自己讲，我就觉得他自己也在乐在其中。对，他在享受，他也在享受。对，就世人看他皆苦，他自己却觉得很开心，我很有韵味。对。好啦，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哟。我是大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